吃的人在这里生活。在重庆丰都的群山深处，藏着一处真正的世外桃源。一座5层群木老楼，寄生长在巨大的天然溶洞之中。它以石为基，以木为骨，与悬崖融为一体，静静屹立了100年。这里四周山峦环绕，只有风声与鸟鸣相伴。四季恒温，冬暖夏凉，无需空调。房子的主人在此已生活了5代。此地山高林密，方圆数里没有其他的住户。屋前有良田数10亩，它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屋前有田，洞中有家，日子像溪水般平静流淌，简单中自有诗意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溶洞里的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就已经在重庆丰都的乌阳村了。我身后那里呢就是那个牙居人家。这牙居人家在这个山谷的底下，看上去的话像一个世外桃源，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村落，也不算村落吧，因为它就1户人住在这个崖底。接下来我们现在过去这个谷底上面去探寻一下，人家在这里面的话生活方不方便，过着怎样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呢？快看，牙居人家就安稳地坐落在这里。这里呢3面群山环绕，上面绿油油的森林呢，就是它的背景墙，而这谷底可以看到这种满了这些庄稼，就是它的画卷中心。感觉这里啊美得像一幅画一样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这个牙居人家的家门口了。你看这个房子，它的建筑啊也是非常的古香古色，然后也都是用实木搭建而成的。你们看这上面2个带花纹的木头呢，是叫做门砧，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还有美观的作用。在古代呀，门砧的纹饰啊，还有数量啊，也象征着家族的地位还有身份。可以看啊，踏进来这里这个楼梯也都是用木头给搭建的。它这个房子是沿着这个崖壁搭建的。旁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住的休息的房间，左右都有，这里有个房，这边也有。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红薯，还有一些冰箱。这里有一个燃火灶，这个的话一般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啊，这里烧些煤炭，一家人围在这里烤火取暖，挺惬意的。
婆婆需要帮忙吗？哎，我不懒菜，不要帮我。好。婆婆多大高你啊？我啊，啊，我69了。60多。69嘞。哦，那你们是好几代人在这里一起生活了，100多年生活了是吧？罗家4代人在这里生活。4代人在这里生活。嗯。你们有时候，那你们会不会说要买米呀、买一些牛羊？哎，我们是买米吃。买米，那买这些油盐的话，出去一趟会不会不方便？是啊。你们从县城过来要2个多小时啊？他们读书，他的是要不到2个小时。哦，读书的。没读书，他可能有2个小时。你们上来好多时间嘛？我们也确实也要2个多小时过来。是啊。没读书，他是要2个多小时。是的，你们就是要吃什么了自己种对吧？是啊，要吃什么都我自己种嘛。那你们喝水呢？水从哪里来呀？我们喝水是山上来的水。哦，山上的山泉水啊。山上的矿泉水。哇哦，直接自己从山上引下来的吗？对呀。哇，那你们确实生活很舒服，很惬意啊。喝着山泉水，想吃什么了又自己种。是啊。在这上里有点与世无忧的感觉哈。我不会说大的嘛，这个就菜都没搞起来，都我大家的手去。可以看到啊，它这里的话，整个建筑是沿着这个崖壁，这个实木的话，你看那个崖壁应该是凿了一个洞，然后用木头插进去给搭建的。然后这下面也是一个洞，挖了一个洞，这里的话弄了一点水泥加固，这里也是一个实物。你看这个实物已经有很多虫眼被虫蛀过的痕迹了。这里有很多那些洋芋啊，那些土豆。这个房间，哇，这里面一地都是一些玉米包裹，金灿灿的。看这个房子，非常的古香古色啊。看这个上面的这些崖壁的生活痕迹啊，一看就是确实在这里有生活了很多年了。刚刚问那阿婆呢，她告诉我们说是3、4代人，4代人在这里生活，然后生活了也有100多年。可以看那个上面那个崖壁。因为靠近厨房已经被熏得黢黑了。这里呢就有很多那些玉米，这些玉米挂在这里了，先把它给晒干。
你看这里挂满了很多那些玉米。这个的机子的话是打苞谷的。你还这些还有一些南瓜籽。这里还有一个研磨的。哇，这个研磨的也是感觉时间很久远了，很古老的古东西了。这个玉米呢，它晒干之后就要把这些玉米给剥下来，像这样剥成一颗颗的。它现在这里就是剥成一颗颗的，放在这里晒，看上面全是露天的，但是它却不会。现在外面是有点小毛毛雨，它这里露天的，这里放在这也不会说被雨，不怕风吹雨淋的，因为上面就是一个岩壁，刚好借助这个天然的形式给遮挡住了。可以看到啊，这里的阿公阿婆的话还养了一些蜜蜂，好几个蜂桶，1、2、3、4，这里养了好几个蜂桶。这下面的话就是种了很多那些庄稼呀，一些红薯啊、玉米呀、一些豆角呀，还有一些青菜。这就种了很多。我们看看这上面有什么，看看这里还有一些豆角干，晒了的那些干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？有人知道吗？这个的话，这个有点像那个高粱，有人认识的吗？以前家里啊用的这个高粱的，喜欢拿来这个用来做扫把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里爷爷奶奶就做了一个这种，拿来做扫把。哎，我们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山洞进去的。但我们没有带手电筒哦。这里铺满了一些玉米的苞谷叶。这里还有一个大桶，这个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背篓。这些背篓的话都是用竹子手工编织而成。你们看这个山洞的话，还有一些钟乳石。这些钟乳石，哇，里面有点黑，你们快看，这里面是有一个山洞。走吧，我们出去吧。这上面也有一个洞。哇！这里看下去呢是一个陡峭的山崖，而且它这里泥土都是松的，感觉一下子不注意的话，它陷下去。那里的话还长了一些猪啊、牛、猪和牛的一些家畜，然后还有一些鸡鸭。你们看，这边看下去就是山海，那些山顶呢漂浮着一层那层团团的云雾，看上去的话特别仙气。这呢就是乌阳村的崖居人家，一个用偏僻换来的宁静，一个用朴素守护着的美好地方。它的美呢不在于多么惊世骇俗，而在于那份浑然天成的和谐。
无论是春天那摇曳的麦苗，还是秋天这漫山的盛装，都在告诉我们，生活不只有一种可能。这期视频有没有让你联想到心中的那片桃花源呢？是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我来的这一趟也是非常值得的。我是三丽，一个喜欢探寻所有世间美好角落的女人。我们下期视频呢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